我们所在的这整个宇宙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黑洞的内部？我知道这话听着很疯，对吧？可你要是把可观测宇宙的总质量带进史瓦西半径 Schwarzschild radius 的公式里算一遍，得到的那个半径和我们宇宙真实的尺度居然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请一直看到最后，答案就压在第7层。接下来我们要爬7级台阶，起点比一个原子还小，终点是整个宇宙的边界。每上1级，质量只增不减，中途绝不回头。前6级你都站在外面看的是别人的黑洞，等爬到第7级，你会发现一件很不舒服的事，你可能一直站在里面。先从最小的说起，第1级原初黑洞。别再把黑洞想象成悬在太空里的一个巨大排水口了，这1级的东西根本不长那个样子。按照某些理论，最早那批原初黑洞直径可能还不到1个原子，有的甚至只有1个质子那么大。可就在这么一丁点空间里，压着的是一整座山的物质，数百亿吨全塞在一个针尖都嫌大的地方。你可以想一下珠穆朗玛峰，把它整个搬起来，捏成一个你永远看不见的点，差不多就是它了。那问题来了，这些比原子还小的怪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它们和恒星没有半点关系，因为它们出现的时候，宇宙里连一颗恒星都还没有。大爆炸之后的最初一瞬间，整个宇宙是一锅滚烫的量子汤，空间在疯狂地往外撑，可物质撒得并不均匀，有的地方密一点，有的地方稀一点。这种不均匀本来只是个零头，小到可以忽略，但只要某一小块区域的能量密度冲过了临界线，那块地方就会自己塌下去，塌成一个看不见的引力陷阱。1971年，霍金第一次认真讨论了这种小东西。1974年，他和伯纳德·卡尔一起把它写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型。也就是说，早期宇宙里可能到处都是这样的隐形小坑，有人甚至指望它们能顶上暗物质的位置，听上去很美，对吧？然而，物理学是不讲情面的，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黑洞也一样。还是1974年，霍金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结论：黑洞会发光，它会靠霍金辐射 Hawking radiation 一点一点把自己蒸发掉。这里有一条极其反直觉的规律，黑洞越小死得越快，越大反而越慢。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要蒸发掉需要的时间长到没有意义，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还要多出几十个数量级。可原初黑洞不一样，它们太小了，所以最轻的那批早在宇宙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烧干净了，而质量和一颗小行星差不多的那一批已经蒸发了100多亿年。现在它们可能正好走到生命的尽头，它们的死法一点都不安静，到最后那一刻，剩下的全部质量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纯粹的辐射，那是一场极亮极短的伽马射线爆发，像一支蜡烛烧到最后突然炸开。2008年，美国把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送上了天，他盯着天空找这种闪光已经找了10几年，结果是一个能让人信服的目标都没有找到。但这不等于原初黑洞不存在啊，它只说明一件事，在我们附近，它们要么太少，要么太暗，我们现在还够不着。顺便说一句，就算真有一个这样的黑洞高速穿过地球，也不会出现好莱坞那种末日画面，它的引力范围小得可怜，你要贴到几乎为0的距离才会被它拽住，所以它更像一颗无形的子弹，笔直地穿过去，然后就走了。地球连一个像样的反应都给不出来，最多留下一点微弱到几乎测不出来的震动。就这么平淡。这就是第1集留给你的礼物。黑洞不是永恒的，黑洞也会死，而且越小死得越快。即便如此，这1级的东西在下一级面前还只是灰尘。往上1级，第2级，恒星级黑洞。我们现在离开假设的世界了，脚下踩的是已经被反复证实的地面。别再把恒星想象成一团安安静静烧灼的火，它其实一直在打架。恒星核心每1秒都在做核聚变，把能量往外顶，而它自己的引力每1秒都在往里压。2股力量顶了几十亿年，谁也没赢。就拿太阳来说，它每1秒钟要把大约400万吨的自己变成光，撒进太空。400万吨每1秒，它已经这样烧了46亿年。可这种平衡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燃料会烧完，恒星会一层一层的改烧更重的元素，氢烧完烧氦，氦烧完烧碳，一路往下，到最后核心里堆满了铁，而铁是一堵墙，你再怎么挤它，它都不肯往外吐能量了。向外的力气一撤，引力立刻赢了。1930年，一个19岁的印度年轻人在去英国的船上算出了一条界限，它叫钱德拉塞卡。这条线后来被叫做钱德拉塞卡极限 Chandrasekhar limit， 大约是1.4倍太阳质量，超过它
电子就撑不住了。如果残骸核心再重一些，超过太阳质量的2到3倍，连原子核层面的压力也撑不住，核心会以每秒好几万公里的速度往里砸。那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几千公里宽的球，它下去只要不到1秒钟，外层被这一下掀飞，变成一场耀眼的超新星。那一瞬间，一颗星的亮度可以超过它所在的整个星系。可最惊人的还不是光，这场爆炸释放的能量里有99%是被中微子带走的。你看见的那一点辉煌只是零头。1987年，人类第一次抓到了这些中微子，来自大麦哲伦云里的 SN19871，而爆炸中心的那个核心永远坠进黑暗，一个黑洞就这么诞生了。这1级的黑洞质量通常在几倍到几十倍太阳之间，光是银河系里估计就藏着上亿个。这里有个数字你可能不太信，把太阳整个压成黑洞，它的世界直径只有6公里左右，你慢跑半小时就能跑完它的直径。更反直觉的是，如果太阳真的在此刻变成一个同样质量的黑洞，地球不会被吸进去，轨道照走，1年还是365天，变得只有光，引力一点没变。所以黑洞不是吸尘器，它只是把质量藏了起来。然而藏起来的东西也是能被抓住的。1964年，一枚探空火箭在天鹅座方向发现了一个强烈的 X 射线源，它后来被编号为天鹅座 X1。1974年，霍金和基普索恩为他打了个赌，霍金赌它不是黑洞。1990年，霍金认输了。今天我们知道，那里面大约有20倍太阳质量，离我们7000多光年。而真正一锤定音的是2015年9月14日，那一天，乌伊沟第一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13亿光年外，2个黑洞跳完了一场漫长的死亡之舞，然后撞在一起。你自己算一下，一个大约36倍太阳质量，一个大约29倍，加起来是65，可最后合并出来的那个黑洞只有62倍，少掉的那3个太阳去哪了？它们变成了引力波，整整3个太阳的质量，在不到1秒钟里全部化成时空的涟漪，一路荡了13亿年，最后轻轻推了一下地球上的仪器，推动的幅度比一个质子的直径还小。2017年，这项工作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即便如此，跟接下来要出场的东西比，它们还是小得可怜。再往上一级，情况开始变得不对劲了。第3级，中等质量黑洞。这1级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它曾经几乎是空的。天体物理学家看着自己那份名单，发现中间缺了一整个等级，几倍到几十倍太阳的有，几百万倍太阳的也有，可几百到几千倍太阳质量的那一段，像被人整段撕走了一样。别以为这是物理学禁止它们存在，不是的，问题出在制造工艺上。单颗恒星死亡这条流水线很难做出这个尺码的产品，尤其是在100倍太阳质量附近。理论预言了一个非常吓人的现象，叫对不稳定性 （Pi instability）。恒星大到一定程度，核心温度会高得离谱。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光子撞着撞着，自己变成了一对正负电子，光变成了物质。听上去很酷，可对恒星来说这是灾难，因为撑着它的辐射压一下子就漏气了，恒星猛地往里一缩，然后整个核心失控点火。结果是这样的，大约65到13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可能会把自己彻底炸光，什么都不剩，不是留下黑洞，是连尸体都不给你留。你看，最大的恒星反而死得最干净。所以这1级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整条链条上的缺口。如果没有中等质量黑洞，那些几百万倍太阳的巨兽起步的种子从哪来？这个断点让整个故事接不上。科学家找这个缺失的环节找了几十年，直到2019年5月21日，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一个信号，编号 GW190521。这一次的算术更狠，2个黑洞，一个大约85倍太阳质量，一个大约66倍。你先自己加一下，151。可最后合出来的那个只有大约142倍，8个太阳的质量凭空不见了。它们和上一次一样，全变成了引力波，穿过70亿光年跑到我们的探测器上。而更要命的是，这2个黑洞本身就落在那个理论上不该存在的区间里。那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目前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它们不是第一代。在球状星团这种极度拥挤的地方，恒星挤得像早高峰的地铁，太阳附近最近的邻居在4光年外。而在星团核心，同样这么大的范围里，可能塞着上千颗星，黑洞在里面不断相撞，不断合并，不断吞掉彼此，一轮一轮的增重，最后硬是翻过了理论上的禁区。有人管这个过程叫宇宙食人。这套说法还有一个漂亮的副产品，合并会给新黑洞一记反冲体，踢得太狠，
它就被踢出星团，从此再也长不大了。所以这1级的黑洞不是不存在，是太容易被踢跑，也太安静，我们很难抓到它们。然而即便如此，它们在接下来要登场的东西面前依然微不足道。跨过这条线，我们就到了统治级的存在面前。第4级，超大质量黑洞。别再把它们想成宇宙里的怪胎了，它们不是例外，它们是标配。几乎每一个大型星系的中心都坐着这么一个东西，质量从几百万倍太阳起步，一直往上，能到几十亿倍。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中心也有一个，它的名字叫人马座 A 萨哲塔 RC， 大约400万倍太阳质量，离我们27000光年。听到400万，你可能觉得它一定大的没边，可它的世界直径只有2400万公里左右，而水星绕太阳的轨道半径是5800万公里，也就是说，把它搬到太阳的位置上，它还塞不满水星的轨道。别被这个体积骗了，它的引力足以把整个太阳系的结构彻底改写，然后拆掉。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真的在那儿呢？银河中心被厚得离谱的尘埃挡着，可见光根本看不进去。答案是绕开它，去看它周围的恒星。几十年里，天文学家一针一针地追踪那一小片天区，他们盯上了一颗叫 S2 的恒星。这颗星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转，一圈只要16年。最靠近的时候，它的速度超过每秒7000公里，换算成时速是2700万公里。什么东西能把一颗恒星甩成这样？只有一个答案，那里有个质量大的吓人，体积却小得吓人的东西。2020年，根策尔和盖兹靠这项工作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真正把它拍下来是另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2017年4月，全球8台射电望远镜同时对准同一个目标，被拼成了一台地球那么大的虚拟望远镜。这就是世界望远镜项目，数据量大到没法用网络传，只能装进硬盘，再用飞机运。南极站那批硬盘一直等到当年年底才运得出来，之后处理了整整2年。2019年4月10日，人类第一次看到了黑洞的影子，目标是 M87 星系中心那个家伙，65亿倍太阳质量，5500万光年之外。照片上是一圈模糊的，一边亮一边暗的火环，中间是一片彻底的黑。这里补一句反直觉的，那片黑比世界本身还要大一圈，因为光线在附近被引力拗弯了，等于把黑洞的轮廓放大了。3年之后，2022年5月，同一个团队又交出了人马座 A 的照片。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位邻居其实一直在节食，他每年吞下去的物质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气体到了门口又被甩了出去。他不是不能吃，是吃相很挑，可是更深的谜团还压在下面。科学家发现了一条很怪的规律，一个星系中心黑洞的质量和这个星系和球的质量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大约是1/1000的比例。而黑洞的大小跟整个星系比起来，简直像一粒沙子对一座城市。一粒沙子怎么会知道这座城市有多重呢？换句话说，星系和它中心的黑洞好像是一起长大的，可这条关系又不完美，总有一些星系不听话。所以直到今天，天体物理学家还在吵一个问题，到底是星系塑造了黑洞，还是黑洞塑造了星系？这个问题我不替你下结论，因为现在也没人下的了。再往上，我们开始逼近可观测宇宙的极限了。第5级，超巨质量黑洞。这1级已经不能拿星系当参照物了，得先说个背景。1963年，马丁·施密特认出了第一颗类星体，那东西看着像颗星，光谱却完全读不懂，因为它跑得太远，退得太快。人们后来才明白，那是黑洞在吃东西时发出的光。已知最庞大的候选者之一就藏在这样一颗类星体里，编号碳618。这个编号来自1957年墨西哥托南钦特拉天文台的一次巡天，当时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才认出它是一颗类星体。它的质量估算在科学文献里通常落在400亿倍太阳质量以上，也有算到600多亿的。这里要说实话，这个数字依赖模型，不同方法给出的结果并不一样，但哪怕取最保守的那一个，也已经足够离谱了。按400亿倍算，它的世界直径超过2000亿公里，海王星绕太阳一整圈的轨道直径还不到它的1/20，而且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从它那儿出发的光飞了大约104亿年才到我们眼睛里，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宇宙才20-30亿岁时的它。它此刻是什么模样，我们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围着它转的是一个巨大的吸积盘，气体在里面被越甩越快，越挤越热，一圈一圈往下掉，摩擦把温度推到几万甚至10几万度。这个过程释放的能量
大到没法用日常语言形容。整颗类星体的亮度可以达到太阳的几百万亿倍，几百万亿倍。这里有个很讽刺的结果，它太亮了，亮到把自己所在的整个星系都盖住了，就像有人拿着探照灯站在体育场中间，你只看得见的曙光，看不见体育场。可是这些巨兽真正让人头疼的不是它们的个头，而是它们出现的太早了。物理学里有一条很硬的限制，叫爱丁顿极限 （Eddington Limit）， 大约100年前由爱丁顿提出来。他说的是，黑洞不能想吃多快就吃多快，吃得太急，吸积盘里的高温气体会喷出强烈辐射，把正往下掉的物质硬生生推开，就像你逆着大风往前走，风越大你越走不动。所以按标准的成长速度，一个从恒星级起步的黑洞很难在宇宙最初那几十亿年里长成碳618这个体格。更麻烦的证据在后面。2021年，天文学家公布了一颗类星体，编号 J03131806，它的红移是 7.64， 那时候的宇宙只有6亿7千万岁，而它中心的黑洞已经有大约16亿倍太阳质量了，6亿多年长到16亿倍太阳，这在标准剧本里几乎解释不通。于是科学家给了2条出路。第一条，它们的种子一开始就不是恒星，而是一大团纯气体云直接塌下去形成的，起点就极重。第二条，在年轻宇宙那种极度混乱的环境里，它们经历过远远超过爱丁顿极限的疯狂静时期。这2条现在都还没有定论，不管答案是哪一个，它们的存在本身都在敲打我们对宇宙成长史的理解。而接下来这一集，我们连证据都拿不出来了，再往上一集，观测的绳子就断了。第6集，极端巨大黑洞，它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名字 Slabs Stupendous Black Holes。 2020年，伯纳德·卡尔和2位同事把这个词正式写进了论文。这里必须先划一条线，它们完全属于理论假设，截至目前人类一个都没有找到。它们的质量从1000亿倍太阳起步，往上不封顶。那既然一个都没见过，科学家为什么还要认真研究它们呢？因为在物理学里，不可能的边界本身就是有用的。你把边界画清楚了，也就等于把中间那片可能的区域画清楚了。而且如果这种东西真的藏在宇宙深处，它的引力影响没法被无视，它甚至有能力拖动整个星系团的运动。注意，不只是一个星系，而是整个星系团，上千个星系一起被拽着走。有些更大胆的想法还提出，藏在暗处的这类超级黑洞也许能解释一部分暗物质现象。说到暗物质，那是宇宙里最难堪的一件事，它占了所有物质的大约 85%， 可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此时此刻，可能就有暗物质正穿过你的身体，穿过你坐着的那把椅子，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当然必须强调，这还不是观测事实，它仅仅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理论假说，而且这个限制卡得非常紧。如果这类黑洞真的存在，它们的数量一定少得可怜。为什么呢？因为1965年人类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是大爆炸留下的余温，铺满整个天空，每一个方向都有。如果宇宙里到处都是1000亿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它们早就在那片余温上留下明显的疤了。可我们没看到疤，所以没看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测量。这是这一集最反直觉的地方。你可以用一张什么都没拍到的照片去限制一个从没被观测到的东西，科学有时候就是这么干活的。然而真正的重头戏还在最后一集，因为接下来要谈的已经不是宇宙里的某一个黑洞了，而是整个宇宙本身。最后一集也是最疯的一集，第7集，宇宙级黑洞。要爬上这一集，你得先把脑子里那张关于黑洞的图整个撕掉，别再以为黑洞的密度一定是无限大的。一想到黑洞，你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大概是巨大的质量被压进一个针尖，可这只在最小的那一头成立。世界的数学里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事实，黑洞越大，平均密度反而越低。原因其实很朴素，质量翻1倍，世界的半径也跟着翻1倍，可体积是按半径的立方长的，直接变成8倍，质量涨2倍，体积涨8倍，密度就掉到原来的1/4。所以一个1亿多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平均密度已经和水差不多了。理论上你可以在里面游泳，当然你游不出来。而如果一个黑洞的尺度跟整个太阳系相当，它的平均密度就已经和你此刻呼吸的空气在同一个量级上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要是被丢进那样一个黑洞的世界，你甚至不会立刻察觉，那里没有墙，没有边，没有任何东西提醒你，只是从某一刻起，所有的路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好，现在把这条规律推到底，既然黑洞越大越稀薄，那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什么样的黑洞平均密度会正好和我们这个宇宙一样呢？现在我们回到开头那笔账，把可观测宇宙的总质量带进史瓦西半径的公式，算出来的半径大约是200多亿光年，而可观测宇宙真实的半径大约是460亿光年，差了2倍多。在宇宙学这种动辄差几十个数量级的地方，2倍多已经较贴得非常近了。更巧的是，按这个半径反推出来的平均密度和我们今天测到的宇宙平均密度也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这确实耐人寻味啊。但是从这里开始，严谨的观测天体物理学结束了，接下来的东西属于大胆的宇宙学假说。1972年，物理学家帕特里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标题就叫《宇宙作为一个黑洞》。2010年，波兰裔物理学家波普瓦夫斯基又提出了另一种版本，一个黑洞内部的坍缩也许不会终结于起点，而是反弹开来，长成一个新的时空。广义相对论的方程里确实存在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相似，引力坍缩的几何结构和我们这个正在膨胀的宇宙写出来的数学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可是必须保持谨慎，这不等于科学已经证明宇宙就在一个黑洞里，也不等于我们只是更高维空间里一个普通的天体。这仍然是一种高度推测性的理论，不是标准宇宙学模型的结论，它现在还很难被验证，也就还称不上真正的科学答案。但那些公式和尺度之间的巧合，到今天还让不少物理学家睡不好觉，因为它逼着人去问一个最不舒服的问题：现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这趟旅程是从量子汤里一个比原子还小的点开始的，一路往上，越过恒星的坟墓，越过星系的王座，越过纸面上都放不下的假想巨兽，最后抵达的是一个让人有点眩晕的念头：宇宙里最宏伟的那个结构，可能根本不是悬在空间里的某个天体，而是空间的边界本身。也许我们一直就在里面，并且一直在试着从内部把这一切看明白。那你觉得呢？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在评论区告诉我。